我们今天画一朵这算是一个绣球，然后再画一朵包菜的。好，咱们今天画这2朵，可以截一下图。3、2、1， 3、2、1。大概我们今天画一个4尺斗方吧，画小一点，把花画小一点。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画的内容，如果说想画到这个6尺斗方，可能都画得下去。如果说我画太大了，画6尺斗方，这个镜头不好移来移去，不好移，经常会有的时候出屏幕了，大家看不见。我们一个4尺斗方的纸，你们可以把它画大一点啊，东西画大，里面的物象画大一点，它就可以画到6尺斗方上。4尺斗方和6尺斗方互换都可以啊。4尺斗方，4尺斗方是多少乘以多少？69乘以69。亲爱的家人们，4尺纸裁成2个。来，我们先画花，画在哪里呢？第一朵花我们画在这个位置吧。中线啊，看一下这个中线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中线。中线朝下的这个位置可以往上一点点啊，往上超一点点，然后紧接着在上面再来一朵，稍微偏一点点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些地方，如果需要加花苞的地方，可以加一下花苞，包括这些地方啊，需要画花苞的就画花苞，不需要我们就直接画叶子。然后这两朵花可以从这个侧边出来啊，从侧边出来，这下面有很多叶子，那这个上面也可以再画一个花苞哈，这上面也可以再画一个花苞，或者是空间大的话画一朵花，空间小的话我们就画一个花苞。然后这边也是啊，叶子或者是花苞哈，叶子或者是花苞，这里肯定是有一组叶子或者是花苞。那待会儿我们在画面中再看，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完了，就没有了呢？不是啊，这幅我们希望能够更特别一点哈，这个花再高一点，更特别一点的构图。这里我们可以画一个东西在这里啊，这个的话不管它是什么，就像后面一幅画，或者是一个墙啊，或者是什么，里面可以画一些想要画的东西，山水啊什么的都行。好，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构图。来，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大家看到这朵花有什么颜色呢？第一个底色肯定是有的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太白3绿加胭脂哈，太白3绿加胭脂底色。然后颜色用什么颜色？来看一下什么颜色啊？看一下有什么颜色。玫瑰红，对，玫瑰红肯定是有的哈，这个一看就是有玫瑰红的。玫瑰红还有呢，用点珠标吧，用点珠标，还用一点这个曙红，珠标曙红，藤黄用一点藤黄，藤黄和3绿都用一点啊，藤黄3绿。太清蓝咋就不用了吧？这个的话再用点焦茶胭脂，辅助颜色用焦茶。辅助颜色咱们用焦茶和胭脂啊。好，咱们这朵花的这个颜色比较复杂，太清蓝也可以再加一点哈，太清蓝加一点也行，更丰富一点啊。好，加一个太清蓝吧。好，我们先来调色哈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来调色。
咱们一起调色，先调底色，底色太白3绿，太白3绿还有胭脂。好，太白3绿还有这个胭脂，我们先来调底色哈。好，咱们把花头的笔洗一下，洗一下，然后我们来加水，太白3绿胭脂加水去调和。好，这个底色我们可以调深一点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因为这朵花是一种浅色花，浅色花我们把底色调深一点哈，调深一点，它在这个纸上会显得更通透一些。这个3绿再来一点点。好，咱们底色已经调好了，这个大家看一下，今天的底色调的颜色比较深一点，看到了吗？颜色比较深一点，有没有看出来它的颜色很深？就是这个3绿和胭脂加的比较多一点啊。好，来把今天要用的颜色给拿出来。今天这个颜色还挺多的啊，玫瑰红，好，玫瑰红，朱标，好，我们现在调色好不好？你看今天这么多颜色，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颜色在这里哈。这朵花它这个颜色比较丰富，这朵花颜色比较丰富。好，我们先来调色，先调玫瑰红，也可以先调一点点朱标哈，先调一点点朱标，薄薄的调一层在笔肚里面，不要调太多了。
来，先调一点点珠标，然后调这个玫瑰红。来调玫瑰红，笔肚上是由深到浅的渐变色啊，就千万不要调色调成一节一节的，突然变浅了。好，笔尖再来调一点点曙红，笔尖调一点点曙红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啊，这朵花的颜色它不是说所有的颜色都是一样，它可能会有不同地方会有一点点区别。这个颜色咱们调的还不是特别均匀哈，还可以再均匀一点点啊，还可以再均匀一点，可以加一点点钛青蓝进来。那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，你们说有紫色，那我现在没有用紫色，没有用紫色，我们就加点钛青蓝进来，明白吗？加点钛青蓝，把钛青蓝和这个玫瑰红调和在一起。钛青蓝和玫瑰红调和在一起，它就变成了这个紫色。我现在感觉调着调着，我感觉咱们的这个底色调的有点点干哈，有点点干，它会有一点点浮，有一点点浮上来，有一丁点干，但是影响不大，可以画，可以画。那说这个颜色好看，第一个好看还是第二个好看？你说调成这样好看还是调成这样好看？有的时候用第一，有的时候用第二，好不好？让这朵花的颜色更丰富一些，好吗？两种都用，搭配来用，好不好？搭配来用，两种都用吧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调色，让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创作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下啊，再调均匀一点，再试一下。好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，控制好水分。刚刚这水分稍微多了一点点啊，这个颜色这个水分多的话，它有一点点浮上这个太白，所以可以，如果觉得调的不太好调，觉得太干的话，我们再加一点点水，避免这个颜色有浮上来，我们再加一点点水进来，再调和一下。稍微干了一点，它会有一个什么情况？就是你画完之后，这个花瓣上会浮上一点点白色的，知道吗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下？有没有这种情况？画完了这个花瓣上面会有一点点白色的白粉浮上来，那可能就是底色稍微干了一点点，有是吧？那个这样的情况下。对，那这样的情况下，就是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哈，把底色再稍微的调稀一点点哈。好，再加了一点水啊，咱们再来重新来调一下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刮水分的时候，你要刮到它滴不下来水啊，这样甩。然后捏一下，里面还是有水的，但是你这样甩是甩不下水，捏一下可能手上是有水。画出来留了这么多颜色，你们自己衡量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样哈，还是调一点钛青蓝，进来。好，来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调一点曙红，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下，感觉它稀一点点会好，就是你看这个上面这里会有浮一点点这个白粉，来近一点看一下，上面那两个花瓣它有一点点浮出来那个白粉。
就是因为底色它可能太干了一点点啊，底色可能太干了一点。那再加了一点水之后，它就不会有这个浮出来的这个白粉了，就会更好一点点。所以说，可以，如果说你发现有这种问题，就再加一点水，再把底色再调和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啊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创作啦，4尺斗方的啊。好，来折一下这个中线位置，这样子我们好找到这个花的位置。你这样对折一下比较好找到花的位置啊。好，我们第一朵花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朵花在哪里呢？我们刚刚设计的第一朵花在这个中线啊，这里是中线，偏左边下方一点啊，偏左下。好，第一朵花在这个位置啊，画小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真的，哎，只能画这么大吗？再画大一点，等一下太小了，小一点啊，不要控制一下花的大小，控制一下啊，控制一下大小啊，不要太大了，最大也就只能这么大。先圈一个圈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用指甲在纸上先圈一个圈，尽量不要画大，再下一点啊，等下上面那一朵都画不下了。下一点点啊，下一点点，先定一下位置啊，定一下位置。好，这个圈定好了圈，我们就在这里开始啦哈，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朵花。笔上没有底色干的话，我们就再加一点哈。好，我们再来，刚刚笔上是有颜色的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，笔尖加一点点曙红哈，笔尖加一点点曙红。那这一朵花它是以浅色为主，但是正中心的地方，花的正中心的地方有一点点深的，所以我们中心的地方我们要加一点点曙红。好，不要加太多了啊，加一点曙红。好，我们开始啊。哎，感觉颜色还是调的不够均匀，亲爱的家人们。你看这一笔调的不均匀，还没有我们刚刚示范的均匀，看到吗？这样子就是不对的，明白吗，家人？这样子就是不行的。你看这一个突然变浅了，它没有这个深浅变化啊，这样子就不好啊。我们要再调一下，再调一下，把这个玫瑰红再往上，往笔肚上再调一下哈，让它均匀的调开。你看这一个花瓣，咱们第一笔下笔就不行，看到了吗？颜色不行哈。好，再调久一点哈，把笔睡在盘子里调，让颜色由深到浅慢慢的渐变啊，由深到浅慢慢的渐变。好，笔尖再来蘸一点曙红。好，这朵花的话还是一样啊，各种碎花瓣啊，各种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。来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，水分要控制好啊，一定要控制好水分。哎，这一笔感觉笔上有一点点颜色没有调均匀，笔上如果说有颜色没有调均匀，一下笔马上就能看得，一下笔就能看得出来了。好，这边来多一点点碎花瓣，很碎的花瓣啊。大的花瓣旁边我们就来碎的，越碎越好，就直接去各种各样的笔法去画，各种碎花瓣去组合。来，笔尖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点曙红进来就可以了。
调一点点玫瑰红哈，调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现在笔上有一丁点干啊，有一点干，咱们来补充一点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，用笔肚去补充底色。好，我们现在调一点点这个珠标进来啊，调一点点珠标进来，调一点点珠标，然后再调一点点玫瑰红，少调一点点颜色。调一点点玫瑰红，好，这边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，慢慢的有一点点区别和变化。好，笔尖可以加一丁点曙红进来啊，偶尔加一丁点曙红进来，让它有这个。笔尖上加一丁点曙红，颜色一定要有深浅的这种变化在。加一丁点啊，慢慢的去补充这个颜色。好，我们有的时候加上面这里没有加太清蓝，加的是这个珠标 D， 下面这一块是加的是太清蓝，加点太清蓝，加点玫瑰红，加点玫瑰红，要调均匀哈，调均匀。然后底下越到底下的花瓣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胭脂进来啊，胭脂也只能调一丁点啊，不要太多了。颜色慢慢的在发生一点点变化。好，小花瓣啊，各种小的碎花瓣，任意的去组合。好，笔尖可以蘸一点点这个胭脂进来，一丁点胭脂，不要太多了。好，偶尔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啊，让这个花瓣有这个大小的这个变化在。好，笔尖沾一点点这个曙红，中间这个缺口这里还是要再填上一些花瓣。各种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，各种小碎花瓣。好，慢慢开始来这一边哈，我们先笔上再补充一点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这一笔我们调珠标哈，调珠标，慢慢的我们调珠标，这一笔珠标多一点点。珠标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，调一丁点这个曙红啊，就基本上是用珠标画，珠标曙红。你看这些颜色就是随意搭配，看到这颜色随意搭配啊，是有一点没调均匀啊，再调久一点。所以家人们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，颜色调均匀，这个花才好看啊。好，这里可以画一些小碎花瓣，大一点的花瓣，小一点的花瓣，虚一点的花瓣，不用把每个花瓣都表达的特别清楚，它就是这种虚的这种感觉出来。到上面我们调一点点藤黄色，调一点点藤黄，来一点点藤黄。一点点三绿和藤黄，变成一点点绿色，
变成一点点浅浅的绿，然后笔尖再蘸一点点这个珠标哈，笔尖再蘸一点珠标。好，这种颜色在慢慢的有一点点这种变化，渐变的颜色，看到了吗？这朵花它本身就是一朵有一点渐变。好，来一点，补充一点点珠标，补充一点点红色。这个两个颜色相交结的地方，要两种颜色都有，它才会自然。不要一下子变了，一下子变了，它就有一点点会不自然啊。好，这颜色的慢慢的一个变化，慢慢的变化。如果说这中间有点太深了，我们可以复一下笔，感觉这一笔太深了一点点啊，这两笔太深了一点。那这朵花它有一点，其实整体有一点复杂啊，颜色上有一点复杂，大家要仔细看啊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先来补充这个珠标哈。先画一个绣球，然后我们待会儿再画一个这个包菜型的哈。今年有绣球型，也有包菜型。先调珠标，然后调这个曙红哈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，调均匀，画的这个花最终这个花才好看。因为颜色没有调均匀，整体的这个花画完之后，整体的这个花它都显得有点干枯的这种感觉。好，各种花瓣啊，各种朝向的花瓣，任意的去组合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，颜色调久一点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笔颜色又没有调均匀，看我总是说大家的颜色没有调均匀，等我自己调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我自己调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经常没有调均匀，那这两笔都不是很均匀，所以说还是要再仔细再仔细。好，补充一点玫瑰红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到笔肚上去啊，要晕到笔肚上去。所以我们的盘子啊，我们的笔一定要睡在盘子，贴着盘子调，让颜色均匀的晕到笔肚，让这个笔肚是由深到浅。你笔尖上的颜色想要这个朱红一点点，我们就调一点点这个珠标，加一点点进来啊，把这个缝隙里面加上最深的颜色，这样子它看起来就会更加有层次感啊。深色的地方要更深一点点，这样它的层次才能把它体现出来。好，深色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点哈。我们现在笔上又有一点点干啊，有一点干，我们用笔肚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。好，还是一样啊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。一定要有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的这种层次在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这种大一点的花瓣。颜色慢慢的渐变啊，各种颜色均匀且慢慢的去渐变。一定颜色不要调多了。好，这个底下的花瓣我们可以蘸一点点胭脂啊，
让它更暗一点点啊，加一丁点这个胭脂进来，当然不要调多了啊，少少的。像这些缝隙里面的补充小花瓣的时候，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啊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补充胭脂也不要补成一条线，尽量我们画的时候不要成一条线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一块基本上差不多。这个花瓣我们可以把它拉长一点，让它大一点，让它有这个大小的这种花瓣的大小的这种变化。好，笔肚上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。来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调一点藤黄，和三绿，让它有一点点黄色。然后笔尖再蘸一点点这个朱标哈，笔尖蘸一点朱标。哎，还要蘸一点点曙红啊，蘸一点曙红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啊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。好，这个上面的颜色更浅一点啊，带一点黄色了啊。这个上面的花瓣黄一点啊，然后碎花瓣啊，各种碎花瓣。稍微再蘸一点点藤黄，加一点点藤黄进来，然后蘸一点点这个朱标。朱标要调均匀啊，不要笔尖上有一坨的这种颜色出现。然后这种慢慢变黄色的这种颜色，基本上只有底色去画，有一点点颜色在笔肚上。这种我们要把这种虚的这种感觉画出来啊。好，这种虚的这一部分真的很好看啊，虚的这一部分特别美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调一点这个太清蓝哈，调一点太清蓝进来，笔肚里面调一点太清蓝，大家不要调太多了，这个时候调的有点多啊。调点太清蓝，再调这个玫瑰红，玫瑰红只需要调一丁点哈，不要调太多了。然后可以调一点点这个朱标。调一点点朱标，调一丁点曙红，颜色每一种颜色只需要一丁点哈，一丁点。好，这里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啊，感觉这个颜色好像笔尖上的颜色稍微深了一点点，我们再把它覆盖一下啊，笔尖上这个颜色有一点点深，这个上面的花瓣颜色不要太深了啊。一定要浅，要浅啊，一定要浅。好像笔上还是有点干啊，有点干，我们再来加一点底色，加少了一点点啊，笔上加少了一点底色。好，这上面再来哈，继续来这个大花瓣。
感觉这个笔尖上的颜色还是稍微调的深了一点点啊，要再浅再浅再浅啊，再浅，这个上面的这个花瓣一定要浅下来，一定要浅下来。好，我们的笔尖可以蘸一点点这个焦茶哈。好，这个花瓣颜色后面的颜色我们调了一点点焦茶啊，调了一点点焦茶，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有焦茶。好，现在笔上又有点干哈，有点干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底色补多一点啊，这一笔补多一点，补多一点，然后我们这个也是还是调一点太清蓝，把太清蓝拉出来调到笔肚里面啊。把太清蓝拉出来，调到整个笔肚，因为后面要画这个大花瓣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到整个笔肚。来，多蘸一点点这一笔，我们多蘸一点点这个焦茶哈。焦茶蘸多一点哈，我们这个深的地方，深的花瓣，颜色深的花瓣就让它深下去，一定要深下去啊。好，这个花瓣继续往这边延伸一些，笔尖再来蘸一点点这个焦茶，笔尖再蘸一点焦茶。出锋7厘米，这个笔是比较长一点哈，笔是比较长，因为要笔长你才能画出这么大的这个花瓣啊。笔长的话，你可以画大，又可以画小。如果笔小的话，你只能画小而不能画大。所以我用的这个画花头的笔都是比较大一点的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蘸一点珠标，各种颜色啊。现在笔上画大花瓣一下就没有颜色，我们再加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现在调珠标哈。来，我们先调一点珠标，然后再调这个焦茶。好，笔上又有点干，我们再加点太清蓝吧，再调点太清蓝。
调点胭脂，然后再调这个焦茶，把这个颜色调的脏脏的这种感觉啊，有点脏脏的感觉。好，再来加一点点啊，这颜色是不是有一点觉得很黑呀？会不会觉得很黑？好，加多一些层次出来。那整个花型的话，我们待会儿还要再进行去调整哈，花型还要去调整。啊，可以再加一点珠标啊，再加点珠标，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焦茶，再调点焦茶。这里再看一下怎么去补充一个花瓣。好，这里再生出一个花瓣出来。好，这一个花瓣生出来一点点啊。当然我们在写生的时候不一定说每个花瓣都按原花，感觉现在这个花里面是不是感觉它歪了？歪了我们还要再进行调整哈，还要调整。那我们先把笔洗一下，因为我上面这里想要画这么多花瓣，把笔洗一下，重新再调这个底色，重新调底色。好，我们先调太青蓝啊，调一点太青蓝，然后再调一点玫瑰红哈，调点太青蓝，调点玫瑰红，调太青蓝，调玫瑰红，然后我们这里来调整这个花型哈。这个花型你画着画着感觉这个花型不对了，是吧？不对了，我们可以再调整啊，调整它的花型。好，笔尖再来调一点点玫瑰红，有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珠标哈，加一点点珠标玫瑰红，让颜色慢慢的稍微有一点点这种渐变的这种状态。好，调整这个整个花型。好，这底下还要再来一个花瓣啊，底下我们多加一点点太青蓝进来，多加点太青蓝，加点玫瑰红，加点胭脂哈，加点太青蓝，加点胭脂，然后焦茶还是要调一点点，底下就主打一个比较暗啊。好，这里再加一点点花瓣。好，这里让它平一点啊，不要让它缺口太多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花型哈，整体的花型，再调整一下外形就差不多了。那调整外形的时候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还是调这个底色。好，我们调一点太青蓝啊，调点太青蓝，可以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
太极蓝和玫瑰红调在一起，让它变成一个紫色。然后我们的回笔哈，回笔，趁这个花还没有干的时候，我们这几个花瓣要让它变得紫一点点啊，想变得紫一点点，把它回一下笔，回一下笔啊。如果觉得刚开始不够紫的话，可以回一下笔；如果已经够紫的话，可以不回也没事啊。然后这个上面也是一样啊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的地方，蘸一点点底色就可以调整了啊。蘸一点点底色，一点点颜色就可以去调整整个的这个画面的这个形状。好，哪里需要调整我们就去调整，用反笔去调整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站起来啊，如果看不到整个画面的话，可以站起来。你站起来就能看到整个画面的这个花，看哪里需要调整我们就去调哪里。好，想要黄色一点点啊，调这个上面这个地方，这里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花瓣，用反笔去调整一下啊，反笔调整，黄色一点点，蘸一点黄色一点，交叉什么的。好，稍微加一丁点啊，加一丁点虚的花瓣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缺口也是啊，这个缺口也可以。好，再来看一下整体的花型。花型的话，感觉这个花瓣还是短了一点点，太极蓝不够啊，再加一点太极蓝。就我们这个花瓣感觉还是画的短了一点点啊。我们把这个太极蓝再多加一点点啊，多加点太极蓝进来，加一点胭脂，然后交叉。这个时候把交叉多调一点啊，暗一点没事。就有一些家人刚开始看到我的画，觉得哇这么暗，太暗了吧？底下的花瓣会不会太暗了？就有点担心。好，这个花瓣的形状，还可以再张扬一点，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它才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，才对比关系才会出来。有这种对比关系，大小的这种对比关系，它的花会显得更好看。我们来加上一些花心哈，加上一些花心。
好，多一点花心啊。花心的话要有疏密关系，你看密的地方让它最多最密，然后外面有一些1、2颗、2、3颗的，注意这个疏密关系。好，这里再加一点啊。好，这个花心这么多已经可以了。这个花心就感觉从这个花的缝隙里面长出来，你这个花心就在最深的颜色那里去画出来。好，我们开始画第2朵啊，画第2朵。咱们画第2朵，在它的上面啊，在它的旁边继续来一朵。这一朵就是一个包菜形的，包菜形在这里啊。好，在这里画一个包菜形的，先圈一个圈啊，先圈一个圈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底色再搅和一下，再搅和一下。或者我们把底色再调浓一点啊，不是颜色再调深一点，因为我们画后面的一朵，后面朵让它颜色上有一点区别。如果光加这个胭脂它太红了，那我们再加一点3绿啊，再加点3绿进来，让这个底色更浓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画这个第2朵，上面一朵是一个包菜形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画一朵包菜形的啊。好，我们先调玫瑰红，调玫瑰红，直接调玫瑰红哈，就调玫瑰红，就调一点玫瑰红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包菜型的，包菜型它肯定要有包起来的这种状态啊。好，再来继续再调一点玫瑰红，慢慢的让它包起来。好，这个包起来啊。调一点点颜色，不要太多了，这朵也像一个白色，跟一个白色是差不多的。如果太深了，它就不像白色了。好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，颜色调均匀了，这个花它才好看。好，这样包起来哈，花瓣都这样包起来。来，笔尖调一丁点玫瑰红，不要调太多了。
好，这里再多加一点层次啊，让它的层次显得更丰富一些。加一点点太青蓝进来，然后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再来加一层。好，我们再来加层次啊，让它的层次更丰富。好，蘸了底色之后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调色啊，继续来调色。可以蘸一点点太青蓝，可以蘸一点点太青蓝，然后蘸这个玫瑰红，蘸这个玫瑰红。颜色只需要调一丁点就可以了啊，不要太多颜色。好。继续来包起来哈，继续来包起来。来，这种包起来的状态，笔尖上要不停的去补充啊，补充这个颜色。好，包起来要有大有小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笔尖有的时候可以蘸这个胭脂，胭脂和这个玫瑰红它的颜色其实它是同色系的。好，这个宽一点哈，放一个反瓣出来。好，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再加花瓣的，不需要加我们就不加了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去补充里面的正瓣啊，现在开始可以补充里面的正瓣。补充正瓣的时候，颜色要稍微的再深一点点哈。补充正瓣的时候，颜色再深一点，可以加一点太青蓝，调一点玫瑰红，就是笔尖要深，其实就是笔尖要深一点点啊。调一点玫瑰红，然后调一点点胭脂，来补充里面的正瓣。补充正瓣就是补充这些缺口哈，补充这些小缺口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。好，补充缺口里面的这个正瓣。好，这里要再深一点哈，这个中心的地方颜色要再深一点，多蘸一点点胭脂。好，再深一点点哈，到中心的地方这个颜色是最深的。好，这一块的颜色要更深。上面为什么我不补呢？上面因为我们要把颜色调的不一样，
笔上如果干的话，我们就加一点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，然后我们要多加点太青蓝进来，上面的颜色偏蓝，多加点太青蓝啊，加多一点太青蓝，再去调这个玫瑰红，再去调玫瑰红，调一点点胭脂哈，调一点点胭脂，胭脂不要调太多了。好，你看这个蓝，为什么不画啊？就是要画更蓝一点的颜色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，补充一丁点玫瑰红哈，补充一丁点玫瑰红。好，后面的花瓣更蓝一点啊，再加一点蓝色，再加点蓝色，加一点胭脂。玫瑰红有的时候可不加，直接加胭脂。胭脂一定要调均匀，不要成一坨哈，你要检查一下笔尖上有没有一坨的这个颜色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，补充一点点胭脂，黑色这个焦茶也可以加一点点都没关系。好，我们来再继续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补充花瓣的，哪里需要补充花瓣。现在笔上有点点干，我们先来加一点底色啊，先加一点底色。好，补充了底色之后，先调太青蓝，调太青蓝哈。这个时候要底下花瓣越来越深了，调太青蓝，调一点玫瑰红。这朵花基本上没有用这个其他的颜色。好，调玫瑰红，然后调一点胭脂哈，笔尖去调胭脂，就用了这朵花，就用了这几个颜色，调点胭脂来补充这一个正瓣。好，这个痕迹这里再稍微加深一点点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玫瑰红，底下的花瓣可以加多一点玫瑰红，加多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再来补充一个正瓣啊。这些画这个包菜形就是这样哈，要小心翼翼一点。那你看我们画这个绣球形啊，画其他的形的这个花的话就很快。好，再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，把这里再加一点点。好，这个花瓣可以再长一点点啊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。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再来加一点点底色，轻轻的去蘸一下底色，轻轻的蘸一下底色，然后蘸一点太青蓝，蘸一点太青蓝，蘸一点玫瑰红，蘸一点玫瑰红，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哈。好，我们这个上面再来加一个花瓣。
好，这里加一个花瓣，这个花瓣先就加这么多啊，先就加成这样，然后再来调一点点颜色，调一点玫瑰红。好，我们来再继续延伸一点，好吧，这个花瓣。好，边缘这些缺口就让它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缺口，我们可以回一下笔。好，看一下这个花瓣，这朵花还要不要再加花瓣？要再加花瓣，我们再加一点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再把这个太清蓝再多调一点点啊，再多调一点，让最后的这个花瓣的颜色更加不一样。调多一点太清蓝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点玫瑰红哈，然后调一点点胭脂。来，要比划一下这个花瓣要画多大。我们用推加点的方式慢慢延伸哈，慢慢延伸。好，这个边缘有一点点碎，有一点点碎，我们可以整一下，不要让边缘太碎了。好，这个回一下笔。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，再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多调一点玫瑰红。调多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胭脂，画这个后面的这个花瓣啊。那后面这个就要小心一点了。这个一定要调均匀啊！这一笔没有调均匀，没有调均匀，马上就能看得出来。那这里要小心一点啊！这花与花相交接的地方特别要小心。好，再来蘸一点底色，调一点玫瑰红。你朱砂也可以调一点点啊，想让颜色更多变化一点点，也可以调一点点朱砂都没问题，不调也行，调也行。这里特别要小心，一不小心你就超了。好，调一点朱砂也没有问题哈。
那这个花瓣总感觉没那么好看呢。好，衔接的地方。好，这里还是要画出它的层次来吧，感觉不好看，可能还是层次不够，再切一个层次出来。有可能我们这个花瓣画多了一点点啊。可能这里再少画一个花瓣可能会更好一点。这个花瓣可能不要会更好一点。但已经画了，已经画了就画了，已经画了就不管它了。好，然后把这个用胭脂色啊，用胭脂把这个花心。好，用胭脂把这个花心加上。好，这朵花就基本上可以了。中间这里它是比较干了，所以它显得比较浅。待会儿这个外边这一层干了之后，它就会显得颜色会显得更均匀一些。中间的这个花瓣还不够大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这样也行哈，这样也行，这样也挺好的。好，我们开始来画一些叶子啊。这个花现在是朝这里，我看一下它的枝干怎么长。画一点点这个老枝干出来哈，用这个墨把笔洗一下，画叶子这支笔，然后蘸一点点墨。好，先画一点点老，然后看一下这个花怎么长。再画一条。那我们画了一点老枝干之后，再来安排这个花怎么出来。这个花可以从这里出来。然后我们先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。画嫩叶，我们用三绿藤黄，就直接三绿藤黄胭脂吧，不要太多了。本来我们平时要用珠标。
来三绿和藤黄把它调和，笔尖蘸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花我们这样子长出来，好像这个枝干的胭脂少了一点点，再加一点啊，加一点胭脂进来。好，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叶子这样子伸出来哈，叶子伸出来。还有这一朵啊，这一朵。花心从这里，这个接上这里，这个接的才好，这个叶子往后啊，都往后叶子。那我们待会儿还是要回展一些叶子出来。我们现在只是定好这个叶柄呢，从哪里出。好，这里再来一支哈。只有它又跑到后面去了，因为我这里不想要太多叶子。你不想要太多叶子的时候，就不要到处伸开。这里想空起来，你就把它这里空起来，不要把叶子都伸出来了。好，这里也伸出来一点叶子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画叶子了。先画叶子，那我们要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。画叶子，我们用花青，这种牡丹花，我们看一下用什么颜色？不用画，我们这种就用三青吧，用三青加墨，这种偏白色的牡丹用三青加墨，这个颜色画叶子会更好看一些。好，花青加墨。那么花青加一点水，把它调一下。先加点墨把它调一下，不然你直接用花青的话，它会显得太鲜艳了。那我们用笔尖去蘸点墨，进来调一下啊。好，蘸点墨，多蘸一点啊，再蘸一点。蘸点墨进来，把这个说错了啊，说成花青了，它是三青色，三青呀，滴了好几滴了，所以不能在这个画面上调，一不小心就滴到这个画面上来了。是三青，对了，是三青啊，我刚刚讲错了哈。然后我们画的时候，笔尖蘸这个浓墨，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哪里要下，哪里加叶子。这里我们先画一组啊，这组叶子让它伸出来啊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
好，我们再来蘸一点三青，然后蘸墨。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这样后面还有一片。看不到了，然后我们再画，把这一组也画一下，加点三青加墨。好，加点三青加墨。它都往这边来，感觉都有一个势往这边飘过来。好，这个后面还有啊，后面还有，所以这里还要再来一些叶子。注意这个花，把这个叶子要画出这个有这个前后关系。好，加点墨，墨不够，我们再加一点墨进来。加点墨啊，加点墨。墨先蘸三青，然后再蘸点浓墨。看一下这边的叶子，还要不要加一些叶子在里面啊？好，这后面有一组叶子啊。好，三青颜色正好它富有这个覆盖，相当于这些叶子是要反着来去画。好，让这些叶子感觉有这个前后关系。这个让它穿过来，有一个遮挡的关系在。然后在上面这一组，可以比上太多颜料，可以蘸一点水哈。到来这一组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一组在后面。
那我们呢，再来安排，继续来安排叶子。上面这里再来安排一组叶子，沾一点水，沾点水，沾点墨。好，看一下这里还要再加一个花苞吧，加个花，上面这里我看一下要不要加一个花，加一朵花，还是加一个花苞，还是加一个什么？上面还是东西还是少了一点点啊。那这边我们可以加一组嫩叶，水分不要太大了。这个三绿藤黄，加一点胭脂，来这里来一组。这里叶柄，好，也是补充一点叶柄进来。是吧？花变浅了，太美了。对呀，这个花还没有完全干，要再干呢会更好看啊。干了之后就会颜色更滋润，更好看。